各位朋友，歡迎你來到一號真相台，讓我帶你穿越謊言的迷霧，抵達真相的彼岸。這兩天呢，有很多的粉絲啊，在我的視頻底下或者是在私信裡跟我說，浩哥你講一講吧，川普去中國享受了這個前所未有的禮遇，但是呢，海外的這幫反賊輪子們呢，他們都在說，還有國內的一些這個自媒體也在炒作，說美國代表團在離開中國的時候，在機場把中国送的所有的禮物全都扔到垃圾桶裡去了，包括这个美国代表团自己的进入中国的时候，每个人都发了一套什麼手機啊、筆記本啊，在離開中國之前把這些也都扔到垃圾桶裡邊去了。好家伙，成噸的垃圾留下了，川普飛走了。這個事情你給我們講一講吧，這是對這個中國的這個國禮的極大的侮辱啊！這個事情，這事兒呢，我為什麼這幾天沒說呢？就因為這事兒肯定不能是真的，知道嗎？你想想，川普享受了這麼高的禮遇，他回去的時候能這麼打這個中國的臉嗎？你們覺得呢？走的時候都給他鋪紅毯，他是去中國要飯的。而中國給了他想要的大禮，他走的時候能這麼着給主人家打臉嗎？海外的這幫輪子呀，包括這個姓蔡的啊，這是一個老搖棍、老棺材板子了。他說的是，一名隨同川普訪華的美國記者透露，在登上美國總統專機空軍一號之前，美方安全人員統一清查行李，包括中方送的所有的物件，包括禮品、紀念徽章、文件袋、紀念品，甚至看似普通的小擺件，全部當場收走，一件都不允許帶上飛機。據現場的工作人員強調，任何來自中國的物品都禁止進入空軍一號。隨後這些東西被集中處理，直接丟進了垃圾桶。不僅如此，整個訪問期間，美方代表團成員的私人電子設備也全都留在了國內。無論手機、電腦還是平板，隨行人員使用都提前準備好一次性的乾淨設備，行程結束後統一銷毀或隔離處理。這顯然不是普通的外交禮儀問題，是標準的反間諜安全的流程。因為在美國安全的系統眼裡邊，真正需要防範的從來不是公開會談的內容，更包括電子設備的植入、信號竊取、數據複製、監聽程序，甚至禮品中的硬件風險。哪怕一個紀念徽章、一個充電器、一個 U 盤都可能被視為潛在的安全風險。於是出現了這樣極具諷刺性的一幕：一邊是中方高規格的接待，紅毯鋪路，氣氛熱烈；另一邊美方卻是用近乎冷戰級別的安保標準隔離所有的來自中國的物品。表面上賓主盡歡，背後就是高度戒備。這種細節往往比公開聲明更真實，因為外交場合的話可以修飾，但安全部門的動作從來只反映一個東西：真實的信任度。這就是那個推特上的以這個蔡老輪子為代表的一些反共的一些腦殘傻缺們，他們說呢，說中文的媒體很憤怒把所有的禮物扔進垃圾桶裡邊了，其中有些鍍金或含金的奢侈品，你看還有照片呢，說的有鼻子有眼的你看還有照片呢。這個照片你用這個腳趾頭想，你就知道這照片不是真的。為什麼呢？他要扔也不可能在總統的專機下邊扔這是當面打臉中國是嗎？你想這種有失外交禮儀的事兒能幹得出來嗎？那也得在看不見的角落裡對吧？還有什麼這個鍍金的金製品？好吧，這個事情連這個一貫反華的德國之聲都看不下去了。當然了，德國之聲是沒憋什麼好屁，他們呢原本也想做這個節目來着，來諷刺中國來着，結果呢他們一查呢，這事兒他娘的是假的呀。於是德國之聲就出來闢謠了說川普訪華，中方的禮物被扔在機場垃圾桶的照片在媒體上瘋傳，是吧？說援引了一位白宮隨行記者的貼文，我們向記者求證了實情。那麼
最終的結果是相關的图片为 AI 生成，没有證据顯示美方將所有的中方禮物扔在了機場。說這個視覺細節漏洞重重吧，這其實細節我們就不用說了，你就從那个构图你就知道那不可能是一張真照片，对吧？那麼說法呢，不少是援引了保守派的大眾報紙《紐約郵報》的白宮記者古丁周五的時候發文稱，美方的工作人員收走了中國官員分發的所有的東西什麼扔進了洗舷窗底部的垃圾桶裡邊這是個古丁說的古丁在5月16號給德國之聲的回信中澄清到，這一舉措看起來是專門針對電子設備和官方的證件材料的，我不確定國裡的情況，我已經詢問了白宮，他們還沒有回應就是古丁本人並未親眼看到任何中方禮品被丟棄，目前沒有任何的信息能夠證明這一點這個也是一個輪子，在他家信口胡說，知道嗎？那麼美方如何處理外國禮品呢？從法律的層面來看，美國代表團就無權隨意處置官方的國禮。美國的聯邦政府的員工，包括總統在內，接受外國禮物的處理方式主要受到1966年外國禮物及勳章法而後續立法的管轄。美國國會允許聯邦員工保留來自外國政府的任何禮物，前提是同一場合贈送禮物的美國市場零售總價不超過最低的限值，目前是525美元。如果外方給的價值超過了這個525美元，這個禮物將被視為國家資產。收禮人若想留存，必須按照市場價格在美國政府手裡邊出資購買。美國總統第一夫人為予以留存，大部分外國官方禮物將由白宮禮物辦公室移交至美國國家檔案館，並成為總統圖書館博物館藏品的一部分。明白了嗎？就是中國給的這些禮物全部都會進入美國的檔案館的說為什麼發放這個一次性的手機？川普訪華前，福克斯新聞援引了美國特勤局的報道稱，說隨行人員不得攜帶私人手機，他們會通常配備一個新手機這個也沒說到了中國以後配備了全套的一次性的手機，沒說這只是說白宮是有這個規定，但是川普執不執行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說這就是海外的一幫精神病的輪子反賊造的謠我最開始我就覺得這是個謠言，所以我沒給大家說這個事兒，大家都用不着義憤填膺，知道嗎？而相反，美國的媒體一片譁然的是《紐約時報》，大標題就是昔日的批評者，如今的中共同路人蓬皮奧不是蓬皮奧，是盧比奧盧比奧說盧比奧現在成了親華派說當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外走過一排美國官員時，盧比奧禮貌地與他打招呼，但沒有笑容。不過盧比奧後來似乎被這個政府的宏偉建築所吸引，而他不到18個月前還譴責其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強大、最危險、近乎對等的對手。大廳內，當他與美國官員站在一張張大木桌旁等待與中國對談方會議開始時，盧比奧對這所宏偉的建築驚嘆不已，他反覆指向高高的天花板，並微笑。以中國鷹派著稱，進入川普政府的盧比奧如今對北京的態度變得更加包容，他開始談論尋找合作領域，這與他過去多年強調中共人權侵犯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就是识時務者為俊傑啊，好吧？啊，贝森特回来之後啊，馬上就恢復了美帝國主義傲慢的嘴臉，在 G7 的經濟官員的會議上，直接就指揮 G7。I'm just back from Beijing with President Trump for a very successful visit where we talked the geopolitics, trade, and the leaders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together. Tomorrow we'll also be discussing sanctions and terror finance, and we call upon all our G7 and indeed all of our all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follow the sanctions regime so that we can crack down on the illicit finance that is fueling the Iranian war machine and get this money back to the Iranian people. So thank you all. Military is the greatest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just left China, and I will say President Xi was very, very complimentary of our military. He was amazed, actually, at our military.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川普说，習主席稱讚了美國的軍隊，說美國的軍隊非常棒啊。那其中那个有一個很好玩的例子，就是不是說在這個訪問中國的時候，他的專機降落的時候，中國的那個儀仗兵跟那兒挺得筆直嘛，這個是在世界上瘋傳這個鏡頭。川普呢，他的飛機飛回美國以後，他也叫了2個美國兵在機場那兒學中國的那個士兵，各位，你瞧瞧2國士兵的這個站姿，你就知道了。好吧，只要是董王高興啊，高興就好。這次啊，我覺得他挺高興的。回來之後呢，宣布了一個大消息，我在中國訪問回來了，現在呢沒必要打伊朗了，中國會幫我們按住伊朗，伊朗安全了。A little bit about your post on Truth Social on Iran and what was the decision that why you didn't attack it? Well, other countries have come to me and they've said we were getting ready to do a very major attack tomorrow. I've put it off for a little while, hopefully maybe forever, but possibly for a little while, because we've had very big discussions with Iran, and we'll see what they amount to.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Qatar, UAE, and some others if we could put it off for 2 or 3 days,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if we can do that where there's no nuclear weapon going into the hands of Iran, I think, and if they're satisfied, we will be probably satisfied also. We've informed Israel. We've informed other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that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us. And, i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but we'll see whether or not it amounts to anything. We've had periods of time where we thought pretty much getting close to making a deal, and didn't work out, but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Now, we're ready going tomorrow, very big, and not something I wanted to do, but we have no choice because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Yeah. 川普從中國回來之後啊，他吹牛更有底氣了，打伊朗不需要了，再說了也不敢打，打也打不動。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